当我以为我担心的都是多余的，都只是我杞人忧天的时候，他们却真的把这件事给做了。小时候我做过一道数学题，一个水池呢，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抽水，然后这题竟然问我，这水池多久以后会被抽空呢？是不是很无聊，而且还非常的不合理，对吧？为什么一个水池它要同时的去放水跟抽水呢？但今天我终于想通了，各位，美联储这次在做什么啊？它是不是终于降息放水了？但有多少人知道，它同时也在另一边缩表抽水啊？而当你以为一个国家的央行做这种事很不合理的时候呢，欧洲的央行也冲了出来，告诉你，他们也一样的，也在一边降息放水，一边缩表抽水了。还有日本也一样，就是日本的利息呢本来是很低的嘛，所以只要他这一次没有去升息，其实就等同于他们也在放水，这能不能理解呢？就是他本来就是在放水嘛，所以只要他不去抽水，那就是在放水了。所以这一次本来要升息的日本也不升了，也放水了，同时他们也开始了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的缩表抽水。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比较有钱的美国、欧洲还有日本，他们这一次都在同一时间的去降息或者不升息，简单来说就是放水。也因为这样，现在全世界无数人看到的就是疫情之后的这几年最坏的日子现在终于要过去了，而这就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因为只有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降息派钱这件事上面，他们才可以默默的去缩表抽水，也就是把钱给烧了。再简单来说呢，一个水池同时在放水和抽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放水只是做给全世界的人看的一场戏，而抽水呢才是真正的目的。只要抽水的力度大于这个放水的力度，那么水池里面的水到最后都是会被抽干的。而只有当被抽干的那一刻，全世界的人才会突然的觉醒。那这件事呢，不是在瞎扯啊，而是现在正在真实发生的。但你知道吗？大家，我是邵医生。钱呢其实是有价格的，有贵跟便宜之分的。如果像之前这样啊，美联储把利息涨到 5% 了，那钱就是很贵的。既然钱这么贵呢，那大家就不会去借钱嘛，市场上的钱就会变少嘛。所以美联储升息呢，让借钱的成本变贵呢，市场的钱变少，你就可以理解为在抽水嘛。而反过来，当美联储把利息降下来了，让钱变得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借钱，市场上的钱就会变多，你就可以理解成放水嘛。所以这一次美联储呢，欧洲、日本啊都降息了，把钱变便宜了，让大家呢都去借钱了，让市场上的钱都变多了，表面上是在放水，对吧？但美联储这几年其实都是在带头缩表的，而且就算现在降息了，它还会继续的去缩。什么意思呢？你这样理解，银行是怎么做生意的？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就会把我们的钱拿去投资或者是放贷，对吧？而美国告诉我们，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呢就是美债，所以当美债拍卖的时候呢，银行就会去竞价买下这些新的美债，一买呢就是10年、30年，因为这样的利息高嘛，所以我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给我们 0.5% 的利息，然后他一转手拿去买美债，就赚了 3% 的利息，对吧？但这样一来呢，银行都把我们的钱拿去买美债了，他自己手上就没有钱。如果我们都同一时间去银行取钱或者是借钱，银行就会没钱给我们，也就是银行把生钱变成死钱了。所以这时候美联储就会出来扩表接盘。扩表你这样理解吗？美联储就会直接印钱，然后把大量印出来的钱大量的去买美债，这样美债的价格是不是就被推高了？银行呢就可以高价的把美债卖给美联储赚钱了。再简单来说呢，我们把100块存进银行了，银行就会用100块去拍卖，把100块的美债买回来，然后美联储印钱，大量的去跟银行收购美债，美债就会被炒高到110块，然后银行把这100块买回来的美债用110块卖给美联储，瞬间就可以把110块收回来了。也就是说，银行它本来赚的是你存进去 0.5% 的利息，它买美债 3% 利息的这个差价，但是现在美联储出来接盘买美债了，他直接把美债用高价卖给美联储，顺便赚了10块的差价之余呢，还顺便的把我们存进去的钱收回来，把死钱变成生钱了。
还有像现在这样的美债价格暴跌了，前几年就是银行用100块买的美债，现在可能就跌到了90块了，银行就被套牢了。只要他一卖就亏钱了，他还不能卖，因为银行大量卖美债的时候呢，美债价格只会被砸得更低，所以美联储呢，它就会降息，希望把这个美债利息也砸下去，把美债价格呢推上去，同时呢，也会用原价跟银行去兜底买美债。就是如果你银行是100块买的，那就算现在市场跌到了90块，美联储呢都是用100块去跟你银行买回来的，不会让你银行亏钱的。还有比如说我们把100万放进银行里面，然后其实一转身呢，银行就会把我们的100万借给其他人去买房了。所以也是一样的，银行把我们的100万借出去的时候呢，每个月可能就可以拿到2500块的房贷利息，但银行呢也是会把这个生钱变成了死钱，所以银行呢就会把这一笔的房贷打包成一个叫做 MBS 的东西卖给美联储。你美联储只要付给我110万，我就可以每个月给你2500块的利息，这里面就赚了10万嘛。或者只要你美联储付我100万，我每个月就会给你1500的利息，这里面每个月就赚1000块嘛。简单来说呢，就是找到美联储这个冤大头去接盘，把我们存进去的钱收回来的同时还赚点钱，然后继续的放贷。所以现在我们去看一下22年的时候，美联储兜底手上买了 6.7 万亿左右的美债，还有 2.2 万亿左右的 MBS， 而现在2025年呢，美联储手上的美债只剩下 4.5 万亿左右了， MBS 只剩下 2.1 万亿左右了，代表美联储不但没有兜底给银行买美债跟 MBS， 而且他还把自己手上的美债跟 MBS 都卖出去了。所以现在美联储是降息了，你现在去美国的银行借钱呢，你利息的成本呢是便宜了 0.25% 了，但问题是美国的银行手上的美债都在亏钱啊，而美联储不但没有去兜底美债，而且还把之前兜底的美债都卖出去，让市场上的钱呢都要为了接盘美债而变少了，那这是在放水吗？最重要的是，如果美联储真的想要放水，它一般都是要配合扩表的，也就是印钱才会有效果的。为什么呢？今天美国借钱要付 5% 的利息，每年就要还1万亿美元的利息，那这个利息呢都跟军费那样高了，都还不起钱了，对吧？那么按照过去的做法呢，美联储就会把利息降到接近于0，这样美国呢就不需要还利息了。但问题来了，如果把利息降到这么低，就没有人借钱给美国了，所以美联储就会去扩表印钱去买美债，告诉全世界虽然你借钱给美国利息是很低，但是当我美联储大量去买美债的时候呢，美债价格就会升值，那么你就可以转手把美债卖给我赚差价。所以一直以来呢，美联储降息之前，大家都会冲进去买美债，因为大家都会去赌美联储后面会印钱兜底嘛。但是这一次美联储不但没有扩表买美债，而且还缩表卖美债，这代表什么呢？而最重要的是，现在卖美债的人不仅是美联储，还有中国。最近美联储才刚降息，中国又在进一步卖美债了。而更重要的是，就连美国政府他自己2个月直接也多卖了 1.5 万亿的美债了，这又代表什么呢？如果这一切都看似这么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年大力布局的黄金会暴涨 41% 呢？股灾的时候呢，黄金这避险资产在涨，降息的时候呢，这避险资产也在涨，这说明什么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这一次美联储降息的原因是怎么说的？是因为最近美国失业的情况很严重了，所以才要降息来救一下了。而全世界散户关注的呢，就是美联储终于降息送钱了。就好像今天你失业了，所以我给你钱补贴一下，那你关注的就是我给你钱了，而不是你失业了。那这什么逻辑呢？你降个 0.25% 的利息能不能救失业？之前影片已经说了，利息呢只有高利息跟低利息之分，你 4% 的利息跟 4.25% 的利息就少了 0.25% 嘛。
这只是减少了我们做生意借钱的支出，但不代表这会吸引到我们做生意的去借钱嘛，不代表我支出变少了，我就会多招几个人进来我公司，对吧？就是今天我少还了100万的利息，不代表我要去无脑的多借10亿回来，对吧？只有像之前一样，你把利息降到接近于0，才叫做低利息，我们才会去借钱了。所以降息真的可以解决失业的问题吗？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是美联储很低调说了一下为什么会缩表，就是因为通胀还是很热，所以呢就要缩表把钱收回来，这样市场的钱变少了，物价自然就涨不上去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了？但各位，现在美国的通胀是因为美国人疯狂的购物造成的吗？我们再去看一下蓝色的这些代表美国的消费，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是不是都在减少了？那美国的消费减少了，为什么通胀还在涨呢？答案很简单嘛，美国就不是因为大家消费太猛了，物价才会涨上去了，而是因为战争还有关税带来的输入性的通胀。简单来说呢，是因为其他国家卖给美国的东西变贵了，所以美国的物价才会涨了。那么美联储缩表把钱收回来，真的可以解决通胀吗？市场上的钱变得更少了，大家手上都没钱了，东西更没有人去买了，那就可以解决通胀了吗？但这还很多人真的信了。好，如果刚才说了降息真的能够救失业率，那是不是也会推高通胀率呢？如果大家都有工作了，是不是就会消费呢？所以真正把通胀压下来的方法，其实是巴菲特讲的取消关税还有世界和平。所以降息跟缩表呢，这两件事本来就是矛盾的，就好像你去赌场了，你买了100块大，同时你也去买了100块小，那你是为了什么呢？无聊吗？所以如果美联储缩表了，是为了抵消掉降息带来通胀的后果，但缩表不也可以抵消掉降息减少失业的好处吗？这样它其实不去降息也不去缩表，不也一样吗？我们什么时候会看见一个人去买大，同时也在买小啊？就是我是赌王，我买了100万的大，然后你也跟了我去买100万的大，但是在最后开盘之前，我补了200万去买小，你不知道，你以为你自己赢定了，结果最后开小，我是不是就可以赢了你的钱呢？同样的道理，美联储降息和缩表同时去做，如果放水跟抽水的力度是一样的，结果只会互相抵消，所以最后一定是抽水的力度比放水大，或者是放水的力度比抽水大才会有效果的。那么我们去看嘛，降息放水降了多少呢？力度大不大呢？就 0.25%。但缩表呢，他说是每个月至少400亿，一年下来呢，至少也4000亿，好像也不算特别多，对吧？但美联储在银行抽走4000亿，真的就只有4000亿吗？你存4000块到银行，银行也会把里面的3600块借给别人，别人再把3600存进银行，银行又会把里面的3300借出去，就这样一直循环哦。银行其实可以借出去10次了，相当于10倍的杠杆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放4000亿进银行，银行就会当4万亿去用。相反哦，如果美联储抽走了银行4000亿，就等同于抽走了市场4万亿啊！而且一开头的时候就说了，美联储前几年已经抽走了2万多亿了，现在不但不停下来，还要继续的再抽走4000亿。而如果呢，你觉得这只是美国它国内自己的操作，那或许还只是一场美国国内的一个财富转移的游戏嘛。但真相是呢，当你把你的目光从美国一移开呢，你会发现欧洲的资产负债表也在往下走啊，也就是说欧洲这几年也在缩表啊。现在欧洲的经济已经很差了，那为什么他要去缩表抽水而不是扩表放水呢？还有日本现在已经正式的宣布，他们的央行准备抛售手上的股票 ETF 了。什么意思呢？各位，日本的央行卖股票跟我们普通人卖股票是不一样的。你去卖股票，钱呢可能只是从我这买股票的人手上转到你的手上而已，最后市场上的钱呢，其实数量是没有变的。但日本央行他去卖股票就不一样了，他卖了股票套现了之后呢，他拿回来的钱是直接烧毁的，
也就是日本其实是直接把钱从市场上抽走收回来，把水池里面的水抽走了，这个不就是缩表吗？所以如果你觉得美国缩表跟你是无关的，那么欧洲日本也在同时缩表呢。你可以看得到日本的资产负债表呢也在往下走了，这代表什么呢？过去几十年全世界有 60% 的国家都会囤美元来作为外汇储备，欧元加这个英镑呢就占了 25%， 日本呢就占了 5%， 也就是说全世界 90% 的国家囤的都是这三大国家的货币。所以全世界有没有钱就看这三大国家放不放水，而现在这三大国同时都告诉你他们正在同步的关闭水龙头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觉得当水源变得稀缺的时候，谁会最先渴死呢？绝对不会是欧美还有日本他们自己嘛，因为他们实在不行的时候还可以慢慢的去印钱放水嘛。但是那些靠卖东西去赚美元、欧元、日元的国家，还有欠了巨额美元、欧元债的国家呢，这些国家需要美元去进口能源、粮食还有药品，也需要美元去还到期的国际债务。那么当全世界美元、欧元、日元都被抽干了，他们去哪里找美元啊？是不是就只能高价了去竞争了？所以整个剧本现在就很清晰了，这不是一场阴谋，而是毫不掩饰的阳谋啊！就算告诉你你想要躲也躲不了了。第一步，制造稀缺，美欧日同时缩表抽水，人为的制造美元荒，让全世界都没有钱。第二步，引爆危机，让那些新兴的国家赚不到美元，当他们的货币没有足够的美元去支撑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崩盘，因为大家拿着你家的货币换不到美元嘛，你没有美元去给人家换，那么你的货币就会瞬间不值钱，最后你的资产也会跟着崩盘。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呢就是这样的，泰铢被捉空了，然后呢，第三步，廉价收割，这时候华尔街资本家就会带着他们手上稀缺美元，像秃鹰一样的盘旋而至，他们就会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用白菜价去抄底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一场危机过后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悄无声息的完成易主了。所以现在你还觉得这一切离你很远吗？所以如果你还在被什么长期持有，只要拿着就会涨回来这些不负责任的策略去洗脑，你的财富就会被时代彻底的压碎。你必须要学会在暴跌之前逃顶的信号，去提前锁定你的利润，还有当趋势翻转的暴利机会。而我们的方法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见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安装这套投资系统的方法记录在今年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只要你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要$4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之前如果你错过我的直播，抢不到门票了，那这一次就不要再错过里面的福利了，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吧。也就是说，通胀的原因跟关税、跟战争、跟供应链的成本是有关的。美元前段时间在贬值，对美国来说，全世界的东西现在都变贵了，物价才会涨上去的。所以今年这2个季度，美国的消费数据都在下降了，而现在你美国政府还大量去卖国债，而美联储也在大量的卖国债，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缩表？这个会打击老百姓消费的工具呢？很简单嘛，打压通胀呢就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呢，历史每一次不都一样吗？就是连同欧日一起去抽干全世界的钱。关税呢已经让很多靠出口赚美元的国家赚不到美元了，现在美国还去卖美债抽干美元，那这些国家就更赚不到美元了。也因为这样，这些靠出口赚钱的国家就只能先转移去赚欧元跟日元，然后用欧元跟日元去换成美元。但现在不好意思了，欧元跟日元也跟着美国在缩表了，
也就是说，全世界90%的外汇储备呢，都在同步被抽走了，你都赚不到了，那怎么办呢？重中之重就来了，世界黄金协会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全世界央行现在囤的黄金呢，已经超过他们囤美债的数量了。这个是96年以来的第一次，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从全世界去买石油、买晶片、做生意都要用美元之后呢，大家都把赚到的美元拿去买美债赚利息了。只要国家需要美元应急呢，就可以随时卖掉美债，或者把美债抵押出去套现嘛。那现在大家不是赚不到美元了吗？所以这些靠出口赚钱的国家就不再囤美债了，而是囤黄金。黄金虽然没有利息，但是最起码你拿出去，全世界都会认啊。你拿着美元或者是黄金呢，你到全世界买东西，你都可以换到当地的货币。所以不止央行了，其实全世界有钱人，尤其是亚洲的富豪，都在入局黄金了。因为黄金也可以产生利息哦。比如说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就是帮阿联酋的富豪去开家族办公室啊，做什么呢？就是让这些富豪把他们的黄金拿出来，然后透过我的朋友把这些黄金租出去，租给那些珠宝商，然后每年给他们3%、4%以上的回报。还有现在的黄金呢，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抵押品了。大家都知道，欧洲跟美国的贵族呢，还有资本家，他们都会把很多的隐形财产放在这个瑞士银行，因为够安全跟隐秘嘛。所以瑞士银行是囤着大量的美元跟欧元了。那么今天只要你把黄金存在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就会找到你，跟你说啊，与其你把黄金放在我们这边没有利息，不如你把它抵押给我们。你抵押给我们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哦，我们就会直接借给你70万美元，你拿了这70万美元就可以随便去投资了。然后我瑞士银行的利息呢还非常的低，都接近于0了。也就是说，你拿着黄金到瑞士银行，你还是可以用非常低的利息把黄金套现成美元的。所以现在不仅国家会囤黄金，很多富豪也因为黄金可以租出去，还有可以用来抵押，都把自己的美元资产换成黄金了。这不是我说的，英国的黄金呢已经出现挤兑了。就是以前大家去买黄金赚钱，大部分人都是买这个 ETF 买期货，而不是实体的黄金了。这就跟你银行账户里面有100万美元是一样的，你手上是不会拿着100万美元的钞票的，你的100万呢都是存银行，所以银行它不需要真的有100万在它的手上，因为你也不会找他兑换100万的现金嘛，他会把你的90万都接出去，然后只需要保留10万，防止你问他取钱就好了。同样的道理呢，就是今天你去买了100万的黄金 ETF 或者是期货，你是拿不到一块真实的黄金的，你拿到的就只是一张纸黄金，就是在你的投资账号里面告诉你已经拥有了价值100万的黄金了。但实际上呢，他只需要手上有10万的黄金，甚至更少，就可以防止你交割黄金就好了。所以其实纸黄金呢是比银行更疯狂的，都是加了100倍以上的杠杆的。再简单来说呢，虽然英国可能只有8000吨的黄金，但是因为一直以来都不会有人找他兑换真实的黄金嘛，所以他就算只有8000吨黄金，他都可以当成80万吨黄金在纽约的交易所变成 ETF 还有期货去卖的。而现在问题出现了，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些赚不到美元的国家都在买黄金，无数的亚洲富豪也都在买黄金。而这些国家跟富豪买黄金，他们买的是真的黄金啊，是实体的黄金啊，也就是金块、金条这些啊，因为他们要放在自己家的仓库里面囤着作为储备嘛。那么当大家买了都不再是纸黄金了，而是真实的黄金的时候呢，你英格兰银行的手上却没有那么多实体的黄金卖给人家，然后就会发生挤兑，也就是供不应求了。那这件事情今年年头已经在发生了。你想要提领实体的黄金呢，你就要长时间去排队。所以我们年头的时候呢，就看到黄金突破了紫色下降的那条趋势线，我们就开始布局黄金了。在今年5、6月左右呢，黄金涨到了红色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位，你可以看到它好几次只要涨到红色压力线的时候呢，它都会跌回去了，但是又不会跌得很深，大概就跌到了橙色支撑线左右，然后就停住反弹了。所以当时我是不确定黄金到底是在洗盘还是在修整的，我就分批卖出1半左右，然后就把钱转移到当时趋势刚起的白银上面。
我们在白银突破了绿色这一条压力线的时候就买入了，现在的利润呢就是38%，那这些都是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了。而最近的9月呢，美联储不是在说降息吗？然后黄金又重新的突破红色的那一条压力线了，所以我们就在突破3400左右加仓的去买入黄金。是这样的，我自己呢有一半的仓位是买实体的黄金了，这部分我会长期的拿着，另外一部分的仓位我是用来做交易的，也就是买 ETF 或是期货的。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呢，你们如果只是想要去赚点差价，你们买没有杠杆的 ETF 就好了，因为黄金的波幅相对股票是没有那么大的，风险相对好控制。但是我们做交易的，在牛市的时候，只要风险可以在我们控制的范围，我们甚至会选择加杠杆去买。所以就算我们不去布局股市，但是黄金波幅这么小的资产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不错的利润。就是我的逻辑大家能不能理解呢？今年关税也好，股灾也好，甚至现在降息也好，出现的后果到底是好是坏，我不需要去赌了。甚至说现在美元贬值，美债危机的风险到底会不会再爆发，其实也不需要去赌了，因为避险资产它用价格已经证明了给我们看，它已经进入了牛市，所以我们只需要跟随着这个趋势进场去布局就好了。有的人会说，扫地僧你从去年底呢就一直唱空美元资产。是啊，我从去年底就开始把美元换成黄金了。你看现在美元贬值了多少呢？但现在还是很多人问我，降息之后美股会怎么样，美债会怎么样？那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我今年几乎每一期的影片都在讲黄金，5、6月开始呢还加上这个白银，但就没有人问我呢？如果去年你像我的弟子一样，跟着一起去布局黄金跟白银，股债的时候这东西涨了多少，现在降息的时候又涨了多少呢？而人是非常奇怪的，你信不信？当现在黄金白银涨了很多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问我能不能买了。就是虽然我们同样关注的都是黄金跟白银，但是我们投资的思维跟逻辑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想的是高位能不能追进去，而我们想的是高位什么时候可以卖，卖多少，还是要去加仓。但我们之间面对风险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是有利润软垫的，所以我们可以给黄金白银更大的空间，我可以允许它回调的时候可能跌得深一点，我们才会止盈。但现在买的人呢，他可能一买就要跌破止损了，所以当一个人错过了我们最佳的进场时机，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很难统一的。如果你想要跟我统一所有的投资逻辑，系统性的为自己的财富安装防火墙，还有导航系统，甚至你希望我有什么布局可以第一时间跟你联系的话，我只能呼吁你赶快走进我们描述栏第一条连接的2025年投资改命培训营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影片的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而下一期呢，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万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